大家好，我是花九九。今天我们要来画这个透明材质里面的第三种，就是一个软体动物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美丽的水母是如何诞生的吧。我也是找了一些这个水母的照片啊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，它其实就是有一个这种大大的这个帽子，对吧？然后有的水母里面它会有这个2层这种看上去会更加丰富。然后它这个须子啊，基本集中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，你看到它有点像那个。像海带一样，它中间是呈现这种片儿状，然后周围才是这种丝状的，对吧？它这个也是2个帽，这个扣在一起，比如这个就非常典型了，就是它有点像那种，叫什么荷叶裙的那个裙边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大致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绘制。我们现在大致打一个草稿啊，草稿的笔刷我用的是6笔铅笔，然后它就是先是一个帽子。对吧？我们这个帽子，你可以给它画的这个，就是不是那种纯的圆形状在里面，然后底下是它的那个边，然后这个是里面，它有点像蘑菇啊。然后呢，沿着这个结构，我们给它画出一个就是这种不规则的一个边缘。好，然后里面它可能就是还有一层。好，然后就是它那个飘带，我们就它这个荷叶边啊，就是一边是平的，然后另外一边是这样子，然后它拧在一起。那我们画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先定一个啊，假如说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拧，它是我们这样画吧，这样大家理解的会清楚一些。这样一个带，然后拧到这边来，这就是它的那个反面，然后再这样。那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边儿给它改成这种，弯曲的，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？然后我们可以再来一个，然后这边是这样过来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交叉嘛，交叉在一起，然后接着就是一些那种，那种单根儿的这种的小丝带，好，然后周围就我们还可以就是再画一些这个气泡。让它整体这个更丰富。好，草稿完成了。首先我们先把这个背景颜色改的稍微深一点啊。这个颜色我用的是一个这个深紫色，就纯黑的话会有一点点不是特别高级。然后我们用这个软画笔找一个亮亮的紫色，我们给上面来一道光。就这里是光来的地方，然后这样让我们的背景有一个层次。我们将刚才的这个草稿降低不透明度，然后在它的下方开始绘制这个主体。那我先用一个这个计数笔哈，找一个颜色，我们先把整体的它这个轮廓描出来，因为到时候我们要在这里面上色嘛，对吧？描轮廓的时候把边缘控制的这个好一点哈。好，描完之后把颜色拖进来，这就是我们一个水母的这个底了。那其实我们是不要这个底的，我们只要它这个空间的这个位置。点击选择，把这个先关掉。那我们这块区域就已经选出来了。然后接下来切换成软画笔，来给里面添加颜色。这样的话，你的颜色会比较通透啊。我们可以让上方亮一些。太大，可以加入一点这个光，然后底下呢是暗一点，因为这里面它其实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区域，就它是里面的一个空间嘛。好，然后两边你可以就是加上你喜欢的颜色，画什么都行，什么颜色都行。然后中间可以来点蓝，
接着呢，我们要把这块边缘给处理一下，就是沿着这个弯曲的地方，把这里面先给它涂黑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它添加一些轮廓了，在上面新建一层，添加，然后剪辑蒙版，先用这个软画笔，我们先吸取周围的这个颜色，就是将它一些局部的地区先提亮。这边吸蓝色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就是用白色，白色在这一个更边缘的地方继续加亮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把笔刷换成这个浅色笔，亮度里面的浅色笔，然后你可以就是在一些这些地方，我们可以用这种极亮的小光斑。尤其是它脑袋这块接受到阳光的这个地方，然后以及中间的这个地区。你像这儿，它其实是一个结构嘛，然后这里我们给它表示出来。好，然后我们调低这个不透明度，让它低一点。水母它是有一些这种丝状的纹的，它特别像蘑菇。调低一点去画。注意它这个弧度。好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像这个周围啊，它会有一些就是像这种泡泡一样的东西。你可以依然拿这个笔，就继续在这个层上去加。还有无规则。除了加白色呢，我们还可以就是换颜色，我给它画出一些这种不一样的色彩来，穿插着。底下也是一样的。那大家把这几个部分给它细化完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复制出一个浅色笔。这个浅色笔呢，我们就是给它画那种小星星之类的这种，将这个调大。好，然后我们来添加一些这个小点点。这点点一添加，马上这个东西的质感就出来了。就这个浪漫的这个氛围哈。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剪辑蒙版去画它，所以所有的这个光都是在里面，然后导致这个边缘它就是比较生硬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再建一个这个添加层，这个就不要用剪辑蒙版了。然后我们让一些光让它出来，切换回这个小一点，就有一些光是爆出来的。或者我们改成这个软画笔也行。好，以及将这个浅色笔颜色调一个色相，选一个颜色，然后你可以就是在周围再添加一些五颜六色的这种点点。
好，那这样呢，我们这个第一个小帽子就画出来了。那接下来里面还有一个小帽子，其实这个小帽子就跟我们这个画法是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就给它缩小版了。大家自己能不能把它完成呢？这里呢，我们依然还是要先勾线。那勾线可以直接用这个浅色笔就把它给勾了，在我们的这个东西的上方去画。勾线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香蕉，哎，才带子过来，第一个 OK 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给它里面去上色的话，可以这样子，就是直接用手绘，用我们选取工具的手绘去弄。你只要让你的这个虚线啊，就是在我们这个白的这个里面去画就行了，这样你后期的颜色就不会上出来。好，这个区域我们填充好之后，我们一定要到这个线稿的下层去画啊，然后切换成软画笔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亮的这个颜色，这里是个蓝色，哎，粉色。来一个天蓝色，让它们中间就是有一些过渡。好，我关一下草稿啊，你可以将这个线稿阿尔法锁定，然后给线稿就是也来一个颜色的变化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在内部去画一些梦幻的东西。切回到这个浅色笔，画一些这个纹路，可以将这一层改成添加啊，它会比较亮，好看。好，哎，这条飘带就 OK 了，挺好看的哈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另外2条飘带也画出来。好了，欧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画它的这个丝儿状的，你可以就在这个层画啊，因为我还是想要一个添加层。浅色笔，它有一些是从这个中间生长出来的，这就跟画头发丝儿似的，一定要画的飘逸。来体现出它在这个水里的这个感觉，然后可以有一些这个香蕉，然后我们依然还可以阿尔法锁定，给这些飘带啊也添加一点不一样的颜色。不要让它整根都是一个色，就是一种渐变的这个感觉。好，那我们这水母呢，差不多就完成了。那像这些小飘带的地方呢，我还画了一些这种，就是这种断断续续的这样的小须子，然后它就是用我们这个脉冲笔刷去画的。然后你看它竖着画的话，它是一个这种长的斜线，但如果你横着去画呢，它就是这个短的。然后我是这样，就把画布给它转过来，然后我这样横着去走，你看，这样横着去走，然后它就会变成，哎，这样的小须子了。然后那最后就是像我们第1节课里面画的那个泡泡，你也可以给它添加进来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幅水母的画就画完了，它还是很简单的，但整体效果非常的梦幻，大家可以去尝试画出来感受一下。